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，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你不行。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你不行，是别人对你说你不行。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，好像一出道就比科班出身的演员矮了半截。她一路跑龙套，一路成长、历练、实现逆袭。她可以说是一路上在否定的声音中披荆斩棘成长起来的收视女王。很多人说她中专学历，草根出身。她上综艺节目喝水被黑，被导演骂你的嘴撅得跟猪嘴似的。有人说你这长相圆脸不大气，演不了女主角。但这些困难并没能阻止她前行的脚步。赵丽颖说，如果有机会让我碰上了，我一定会拼命抓住。就是这样的被否定，她仍然努力突破重重阻碍，突出重围，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女主角《陆贞传奇》，那个历史上唯一的女宰相。因出演该剧中陆贞的精彩表现，她被评为了2014年金鹰女神最具人气女演员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一路开挂。2015年主演的《花千骨》创下周播剧收视冠军。2017年，优秀的赵丽颖，出彩的赵丽颖，励志的赵丽颖，第一次站在星空演讲的舞台上公开演讲，诉说着她的传奇故事。她没有讲她的辛酸血泪史，而是以我小小的英雄主义为演讲主题，娓娓道来。她借用《摔跤吧，爸爸》这个电影里女儿的角色，表达了她愿意为了爸爸的梦想做一个小小的英雄，做一个艺人，去实现爸爸的梦想。她认为英雄是有使命感的，是有担当和责任的品质。她想做一个这样的人，去影响社会，去承担王冠的重量。她觉得这是她应该学习和反思的可贵之处。她说，我演了11年的戏，前7年我一直在演配角。这7年时间，不断的有人说她的形象不大气，有局限，演不了主角，只能演丫鬟、女儿、孙女、妹妹。但世界上最大的谎言被拆穿了，事实证明她可以。机会来了，因为她准备好了，所以她抓住了。她说，当我看到《陆贞传奇》里的陆贞，就像看到了我自己，足以让我热血沸腾。剧里的陆贞，没有人看好她，就像没有人看好她自己一样。赵丽颖，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剧里的陆贞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证明了自己，成就了非凡的自己。她说，我当时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陆贞这个角色里，我可以完全感同身受的把这个角色演出来。我相信也是这份坚持打动了观众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。就是因为她的出现，让很多圆脸的女孩子有了勇气去争取主角，也让圆脸女孩子有了争取主角的机会。她说，这部剧让我非常的开心，证明了圆脸也是可以演好女主角的。她走到了这个阶段，从配角跨越到了主角，实现了第一个阶段，新的困难又来了。她不太会说话，有人说，不太会说话的人在娱乐圈里是混不下去的。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在职场中的一段经历。我那时候很弱小，根本就不能张嘴说，只能用行动代替说。我用事实证明了行动的力量，我终于得到了老板的赏识，打脸了职场中的其他妖魔鬼怪。赵丽颖说，不会说话没关系，我就少说一点，我可以多做。她用行动的力量去战胜了一切，用她的作品说话。这些年来，她从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，一年有大概300天以上的时间是在剧组度过的。有人就问，丽颖，你那么辛苦，你不累吗？她也看到身边的同行们，有的人出去旅游，出去玩，去享受生活，她很羡慕。赵丽颖回答说，后来想一想，我工作了那么久，可
可能是因为我正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不觉得累，也不觉得辛苦。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我想实现自我的价值，我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，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。我想在这个时代留下我的印记，我想以一己之力改变这个行业的某些规律。虽然我只是一名演员，但我希望通过角色表达一些新的观点，为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。他想让大家对偶像剧不再抱有偏见，这就是他小小的英雄主义。花千骨这部剧让他成功入围了白玉兰奖，并获得了金鹰奖的提名。他说，这让我觉得很骄傲，也很欣慰，因为这个舞台比以往更多的是大家口中的演技派和正剧演员。他在剧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去表达信仰的力量和梦想的价值，和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情感。他说，我主演的《楚乔传》表达了一些独立女性的思想，我觉得自己也到了这个阶段。他不希望大家看到的电视剧里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，为了男人斗来斗去，永远依附于男人。他希望女人能拥有更丰富的思想，积极地去追求自己的信仰。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有英雄梦。他说，《楚乔传》的拍摄是我自虐式的沉淀。剧中的楚乔虽然身份卑微，但却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跟大格局的女性。他说，看了剧本之后，我深深地爱上了楚乔，我爱上了她的抗争，她的信仰和旁人不曾读懂的理想与抱负。他觉得楚乔是他有一段时间的自己，一个人战斗，处于崩溃状态。他体会到了楚乔真的太辛苦了。《楚乔传》里有一句台词，当初我以为我能改变一切，后来发现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我太自大了。这句话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某一个崩溃的阶段？身为普通人，某一时刻的崩溃，那种挣扎比死都还难受，那个时候觉得死比活着更容易。这句台词让多少人产生了共鸣，又是多少人某个时刻的哀伤呢？我自己也真的哭了。但就是这样的崩溃，我们还是继续走了下去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坚持自我，不断努力，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亮。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坚持自己的路。没有人理解跟看好，很累，很苦，很怕，但就是这样的拧巴，我们依然穿越荆棘一路前行。这样我们活着才有意义，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虽败犹荣。赵丽颖说，如果成功的反义词是失败，但是失败的原因是不够坚持，不够努力，不够热爱。我很庆幸，我足够热爱，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而因为我喜欢，从而有所收获。而现在，大家对成功女演员有了新的标准和要求。成功的女演员不再是你演了多少好角色，有多高的收视率，还有你代言了多少国际化广告，上了多少杂志封面，机场街拍有多么的时髦。她说，虽然以上这些不是我进入演员这个行业的初心，但我想试着去进步，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，我想让自己做到最好。我们即便没有那么完美，我们也要做更好的自己。陆贞是他的奋斗时光，而现在楚乔是他对未来的憧憬。他说，我想用我的一腔热血去坚持理想，守护信仰，去改变更多未知的未来。他想给喜欢他的观众们带来一种正能量，这也是他小小的英雄主义。一个生活在云南贫苦偏远山镇的小女孩伊凡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被多次下发死亡通知书。她要帮父母摆摊做生意，供给3个兄长的学费，照顾患病的叔叔婶婶。有人问，为什么伊凡在生活那么艰难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坚强地面对生活？伊凡说，他喜欢花千骨，小骨在面对各种危机和磨难中，依然不失对爱的向往和坚持。听了伊凡的故事，赵丽颖说，我很骄傲，这个角色能给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带去一些微光，
这让我对演员这个角色有了新的认识。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，坚持自己的英雄主义。她就是这样的赵丽颖，顽强的陆贞，独立的楚乔，隐忍又聪明的盛明兰，敢闯敢拼的何幸福。从一路被否定到逆袭，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。她是一个实力加演技派女演员，她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励志女演员，她成为了女性心目中的励志标杆。她给了没有高学历的人努力追求梦想的信心。从她的故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你不行，而你却偏偏用实际行动戳穿这个谎言。我逆袭归来，站在高岗上证明我可以，我做到了。